嗨，欢迎回到道次第，我是格西麦克罗区。我们现在准备好开始回到道次第的内文。令人兴奋的是，我们已经达到宁春东巴，宁春东巴。这意味着这是一个文中公告，我们达到第17天的教导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整本书是由伟大的帕本卡仁波切所著的一个24天的教导，他也是一位我的老师的老师的老师，而这是以藏文书写的书籍里其中一本最伟大的书，也许是最伟大的。那宁春都法的意思是我们开始记录第17天的教导，这让我们完成了大约80%。你知道，我猜我们10多年前开始这本书。个人而言，我只是享受这本书，我不是试着想读完它，也不是试着要在某个日期前完成它，我不是这么想的。我个人，我试着去享受它，而且带着许多的愉悦和享受去阅读它。也许就像是个会喝美酒的人，你不会急着要喝完这瓶酒，你只是坐下来享受它。所以我们一起享受着道次第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我不在乎要花多久时间，我认为我们应该要进行得很深入。而我们会非常深入的进入这个课程。我们大约完成了80%，总共是24天，但别忘了，我们完成其中2日就已经接近结尾了。而那些是冥想和空性智慧，而这个是在10年前就开始，因为我们要在道次第课程里面运用这些冥想，所以实际上我们完成了80%的内文。我猜我们可以在接下来的4到5年结束。那么我答应过你们会有个甜点，我们要进入到最伟大的道次第空性的教导。在这个道次第里，空性的教导叫做掌中解脱。空性的讲述其实没有那么长，原因是呢，宗喀巴大师在这个部分做得如此之好，而且在文殊师利菩萨的帮助下这么久。我想帕本卡仁波切当时想着，我们不需要这个部分，我们不需要涵盖到太多。我们在完成这个道次第之后，我们要去学习宗喀巴大师最伟大的道次第著作，也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的冥想章节中的空性章节。而这个会花我们6年的时间，所以不用担心，我们只剩下10年要继续。不要狼吞虎咽地喝下这个美酒，享受它，玩得开心。这是一种生活方式。道次第不是一本书，道次第是你余生的一种生活方式。而如果你可以在你成年后大部分的时间得到道次第的教导，像我就是，你会非常的感恩。它让你的生活保持正直，在你的人生里经历所有的改变的时候，你知道道次第可以成为一件你一生中持续稳定做的事情。好，我们开始。意思是，我们来说说，我想给你一个从伟大的菩萨那里来的引述，吉天大师。好的，这里是引述。我对那珍贵的心境顶礼，对那心境的宝石顶礼。所以吉天大师，你在说的是怎么样的心境呢？他说，有一种心境是，如果你有这个心境，而某人向你顶礼，他们就能造不可思议的善业。这个我们在咖啡厅的时候有说过。如果你是一个秘而不宣的菩萨，而你正坐在一个咖啡厅，某个人端给你一杯咖啡，他们就能够得到像是10亿年的善业。好，这真是太酷了，成为这样的人真是太迷人了。只是因为从他人那买杯咖啡，就默默让别人有了10亿年的善业，好吗？
但很明显的，如果他们对你行大礼拜，他们会得到强烈的善业。那现在来到有争议的部分了，成为那种如果有人伤害你，他们也可以造善业的人，不也很酷吗？什么？如果有人伤害你，他们会造善业。拜托，格西老师，我们知道很多的例子。如果你对一个菩萨做恶事，你会得到很久很久的恶业。是，但某些很酷的事情会发生。如果就算你伤害了一个菩萨，你得到 dendel 的意思是你和他们有了一个业力连结，明白吗？就算你对一个菩萨大声，又或者你说了关于这个菩萨的坏话，当然你种下坏种子，但你也种下与菩萨连结的种子，这是非常有趣的，而这会为你100万来生带来幸福感。真是太酷了！所以，如果我可以成为一个菩萨，如果我可以有菩提心的愿景，那当然，如果有人端给我杯咖啡，秘密的我会给他们10亿年的善业，这真好啊！就算如果他们骂我或骂我笨蛋，格西麦克你是笨蛋，那么当然他们会造恶业，但他们会造这个业力连结。而这样的业力是更加强大的，然后他们会有与菩萨的这个非常甜蜜的业力连结。所以吉天大师向菩提心顶礼，因为他的美丽特质就好像宝石一样，就好像是一个尘愿宝石。你知道，就算如果你对菩萨做了能做的最糟的事，而且你批评他们、唾弃他们，又或者你说他们的坏话，真讲，甚至到那个菩提心仍然可以给你佛果，好吗？就算是与一个菩萨的恶连结，因为你做了一个与菩萨的连结，这菩提心是如此强大，就算当他们批评你的时候，不知何故的会带这些其他的人开悟，所以这挺酷的，对吗？这个 Sunim 的意思是我们的上师透过提醒我们菩提心是多酷来开始第17天。Sun 的意思是他提醒我们，培念 Gashi 的意思是他再多扔进几个菩提心的好处，是在他之前几天没提到的。他加入了更多。那我们有的这个新的好处是什么呢？就是侮辱一个菩萨，然后你可以造出一个连结去成为一个佛。耶哈喂！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字叫做 Simba。好 ，Z-I-M-P-A， Simba， 非常非常重要的字。而且它很难翻译成英文，但它的意思是，当你在高中的时候，当你的荷尔蒙很强烈，而这在某些男人要到85岁或90岁才会结束，但你爱上每个在街上见到的女孩，像我们之前说到唐焕是吗？哦不，唐吉诃德，抱歉，他爱上这个酒吧女孩。她叫什么名字？我忘了，我忘了她的名字。总之呢，如果年轻男子在高中时爱上这个女孩，接着他成天都想着她，不断想，他开着车，他就在想着，所有的一切都在提醒他这位高中时遇到的新女孩，而这就叫做 Simba， 在藏文叫做 Simba。他的意识被他对这个女孩的感觉虏获了，在菩萨的意识 Simba 被这个我想为所有人而成佛的感觉虏获了。Simba， 这就是 Simba。意思是一旦你有菩提心卡住在你的意识中，就好像那可爱女孩的样子在你的意识中。从那个时候，他们就接着任何你做的事，
都变成一个让你开悟的因，好吗？一旦你想着这个女孩，意思这个佛果，那么无论你做什么，都变成佛果的因。这里我们有一张图片，是一个人和他的狗散步，一位女士和她的丈夫和狗狗在散步。如果一个菩萨在他的意识里有菩提心的心境，舞动在星球间的菩提心愿景，如果他们意识中有的话，那么他们做的一切都是法，那这就很酷了，是吗？就好像你不必去寺院读药师佛经，和你的狗狗和老公去散步，这就是法。如果你在想着这个愿景，我想要舞动在许多星球中帮助人们，如果你这么想着，那么你所做的一切，你刷着牙，你看着 Netflix， 你所做的一切都会成为佛法，这非常的美丽，这非常非常的酷。好，我们进入下一句。现在他说，让我们把它放入修行的范畴。Jumpa Nyamlen 的意思是，这个菩提心的心愿如何影响你的佛法修行？好，忘掉哈贡，忘掉药师佛的冥想，忘掉药师佛的咒语，好吗？就算你不做任何事 ，Jupa， 不去想这些很高等崇高的修行。顺道一提，这个 ma 题目不是负面的，它是训的后半段，好吗？这很有趣，所以你得小心。它意味着那超级基础，就像是母亲基础 Shima。他说忘掉密咒，甚至药师佛的冥想。所以现在，如果你可以专注在我想要舞动在星球间，帮助那里的众生这样的感觉上，你专注在这样的感觉，你的修行就足够了。这是极度强大的金刚乘修行，是足够的爱其他的人，到你想要舞动在10亿万个星球去帮助众生，在你的意识中保有这个愿景，这就会和密续一样强大。好的，在你的心中保有这个愿景。接着在下一个句子他说 Riton Ri 意思是山，就像我们在做曼陀的时候我们说意思是山，对吗？须弥山，然后东的意思是空，所以 Riton 的意思是你爬上喜马拉雅山，你找到一个山洞开始冥想。不管你做什么，顺便一提 ，Team 酷对你来说是新的 ，KHUL， 而那个意思是表现得像是你在做某件事。就好像你只是装个样子敷衍了事，就是酷，但它不代表酷，好吗？所以当你把它加入到一个动词，它的意思是对啦对啦，你看起来像是在冥想，你看起来像你上了山，坐在一个山洞里，你看起来像是在冥想，你做了所有的样子，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菩提心的愿景，你可以花你一辈子的时间在喜马拉雅山的一个山洞里，而你都不会更靠近尼入，你不会更靠近佛果，完全不会 chonse， 你不会更靠近佛果。如果你没有这个愿景，所以这是一个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的心字。说 Tuktup Giting Tutam Giting， Tun 的意思是你的掌心，而它的意思也是你的脚掌心。这是你得到你的轮子的地方。当你得到一个佛音的时候，比如说在你的 til， 但是在藏文说藏文，
当你说把它放在你的掌心，和这本书的书名类似，它的意思是把它作为你主要的修炼。好，有图片给我吗？是的，让这个感觉留在手掌心。它的意思是 Tutam Gitim。Tutam Gitim 的意思是让它作为你首要的修炼。它的意思是你的手掌心，在藏文的意思是保有你舞动在星球间的愿景，将它作为你最主要的修行。这叫做在你的掌心修行，这是你无时无刻随身携带的东西。好，我们回到藏文。This is the most beautiful part of this Tibetan. I'm going to say that about 100 times. 这是在这个藏文里面最美的部分，这个我会说个100次。如果你就只是知道指示，你需要说明书来知道如何得到菩提心，就这样。他说就这样，看着这里有1页清单，里面有你需要做的事，然后你就可以得到菩提心。只是看，这里有个很容易的清单，你只是跟着7项指示，然后你就到达了。所以我们一起做好吗？只有7个指示，你不必冥想20年，他们才7个步骤，7个简单的步骤，就只是去做它们，然后你就会得到它了。做工作的意思是，我们的上师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。就只是去做这些，我会教你一些指示，你只要跟着做。每一次你开始教佛法，你要让你的学生进入到那个情绪里，你必须说，你看，你知道吗？病毒不算什么，你知道吗？400万个人、300万个人死去，那不算什么；71个人死去，那就有什么了。81人死去，那就是重要的事了。所以别忘记，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到此地。病毒不算什么，300万人不算什么。如果我们不做些什么，70亿人会死去。他们不会死于病毒，他们会死于变老，然后死去。我们在这病毒之前就已经有了病毒，它叫做活着。我们全都要从这里死去，所以他说不要忘了动机，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？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到此地？别忘记在第17天，帕本卡仁波切提醒我们为什么我们当初会在这里，所以永远别忘记。那个接的意思是之后，这个意思是他说完了我们上次课程涵盖的大纲，也就是我刚刚与你们做的菩提心的10个好处。意思是他回顾这个菩提心的愿景的10个好处，也就是我们才在上个课程说过的。然后他谈到你要打造这菩提心7步骤，你要在 Upeksha 上打造它们。什么是 Upeksha 题目？Upeksha 平等心，是的，所以不要忘了，在你可以建造爱于其上之前，你得要有平等心，好吗？你要平等的对待他人，在你可以学会爱人们之前，在你可以真正学习爱他人之前，你必须平等看待人们。所以他解释，意思是他重复上一堂课，然后我们继续到新的课程。所以这里是新课，大家都应该来学马谢。第2行的 Marshe， 第2行的第1个部分，是的 Marshe， 这是我们今天要聚焦的，它叫做 Marshe。Marshe 的意思是发现他们是你的母亲。Marshe 的意思是发现到他们是你的母亲，这是第1步骤，来培养那菩提心的愿景。你必须明白他们是你的母亲。好的 Marshe 音了。接着他说
这极度的难以达成。这个 “gil” 的意思是意识，要在你的意识中培养是极度困难的。要真的相信你身边的人们都曾经是你的母亲，是极度困难的。但若是你没有通过7步骤里的这个第1个步骤，成为菩萨这件事情就可以作罢了。如果你没有达到明白你身边所有的人在过去都曾是你的母亲，成为菩萨这事就算了吧，没有可能的。所以好，帕本卡仁波切说，看着我知道这是困难的，这不容易，但我们得从这里开始，而你得要认出所有的人都曾是你的母亲。意思是你得要努力在这上面，好吗？你得要在一开始聚焦在看待人们都曾是你的母亲，就这样，你得在一开始就专注在这里。然后他说，年的意思是关系，就像是你的家里的亲戚。年吉塔图的意思是终极的亲属，也就是你的妈妈。如果你不能认出你身边所有的人都曾经是你的妈妈，那么你就不会有 Kyawa。意思是什么呢？大家记得吗？静美 Kyawa， 你就没有了 Kyawa。切的意思就好像多觉 chipa， 那是什么意思？你切断了佛果的可能性。如果你没达到所见的每一个人都是你的母亲这样的心境位置，给我切的意思是，你就没有成为一个佛的善业，永远不能成为一个佛。看我切，这个业力在你的内在被切断，你没得选择。你必须努力在这个想法上，每一个人都曾是你的母亲，是最重要的。我很爱我和妈妈的这张照片，这是我和我妈妈。然后我不知道，我和你说我68岁，我的妈妈40多年前过世。我不像以前那样想她了，我曾经无时无刻的想着她，我曾经一直哭。然后慢慢的，当你年纪越来越大，你开始没想妈妈想那么多。但如果你真的想你的妈妈，这个冥想的重点是，我们回想起我们的妈妈为我们做过什么，我们回想起每个人都曾是我的母亲。他说，你看，你可以做空性的冥想，可以，你可以学会所有空性的辩论。是的，你可以花你的时间。意思是你可以运用逻辑以及理性思考来建立重要的空性。Chopa 的意思是，是的，是的，你可以做。Chopa 的意思是，是的，你可以这样花时间。要看到所有人都曾是你的母亲，没有像那样困难，好吗？我承认见证空性更难。这是我明白见证空性是困难的，而是的，如果你告诉我菩提心简单点还是空性简单点，我得说空性比较困难。但是但我得说一些关于认出你身边每个人都是你的母亲。如果只是思考是不足够的，你不能坐在那。格西老师说，每个人都曾是我的妈妈。你不会以这种方式得到菩提心，这还不足够。他说，你们这些有高精神智商的人，Ripa，你即将得要用
你得要用你的方式想通这种爱，你得要想通这种爱，然后你可以到达它，但你得学会清晰思考，好吗？你的清晰思考是你如何达到这样的爱，不是说着啊，我的妈妈以前好美，我爱我的妈妈，我对我的妈妈感觉很好，我期望我妈妈还在世，这可以的。但若你没想通，他说你永远不会达到菩提心，你得要想通这种爱，好吗？然后他引用 Nanda 的是一本法称大师所著的书，它叫做《适量论》，是一本关于正确认知的注释，这是一本关于清晰思考的佛学书之母。要如何清晰思考？在这里的下一张图，你可以看到烟从森林里冒出。而这张图对佛教徒极度的重要。这张图，如果是一个佛教徒看到这张图，他会说啊，我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在烟雾下方一定有火，在森林里，在树的后方有大火，但是我们不能看到，我们所能看到的是烟。如果那里有烟，那里就有火。如果那里有烟，代表那里就有火。在这个例子，在道次第，火意味着所有你这一生曾经遇见的人都是你的妈妈，那就是火。那烟是什么？我们得要找烟，我们得要寻找所有在我身边的人都曾是我的母亲的证明，好吗？我们得要试着找证据。烟就是那里有火的证据。现在每个人都曾是我的母亲的证据是什么呢？你知道，格西老师，你给我个证据。上师对你形容出它是什么是不够的。冥想你有多爱你的母亲也不够，你必须明白为什么每一个人都绝对曾是你的母亲的原因，没得选择。你得运用一种特别的思考方式，毫无疑问地向自己证明，所有的人都曾是你的母亲，直到你通过了那个心理锻炼，否则是没有希望的。你无法能达到菩提心，它永远都不会发生。下一堂课我们要继续一趟大旅途，下一堂课会是常课，所以在下一堂课开始前准备一点爆米花。然后我不会停，他会需要花一点时间，但我们还是会进行。他提到法称大师，证明每个人都曾是你的妈妈，但他并没有给你完整的证据。所以猜猜我们要去到哪里？我们要去到法称大师，来去看过法称大师的证明。这很难，而且很美味。所以我们下一堂课再见。我们会证明每个人都是你的妈妈，好吗？到时候见。